2025年10月，美国佛罗里达州警方搞了一次叫“不是粉丝行动”的突击抓捕，10个男人落网。这帮家伙呢，全是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。他们犯啥事儿了呢？警方发现这帮人在使用 OnlyFans， 但按照佛州法律啊，这种性质的人群注册 OnlyFans 的账号48小时内就得报告，他们全部没报。这事儿呢，就把 OnlyFans 这个网站的一个大问题给翻到了台面上。它不光是普通人在用，更是一大批有性犯罪前科的人的藏身地和捕猎场。OnlyFans 这地方啊，表面上打着创作者经济和性解放的旗号，背地里早就成了犯罪和剥削的温床了。英国有个下院议员叫波利·比林顿，今年3月份在议会里直接开火，说他选区里有个叫 Oasis 的家暴慈善机构给他反映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情况，好多年轻姑娘被他们的伴侣强迫开设 OnlyFans 账号赚钱。对，就是伴侣，就是强迫。每日镜报之前调查过，5年间英国38支警察部队记录了超过1500起跟 OnlyFans 相关的犯罪，里面就有女性被逼着在平台上做性工作，还有报复式色情片的投诉。没听明白是吧？什么报复式？就是2个人谈恋爱的时候，一方拍了另一方的裸照、性爱视频之类的私密内容，后来2个人分手闹掰了，其中一方心里不平衡，就把这些私密的东西发到了网站上。就这种平台，成年累月的宣扬什么自主创业，你他妈就是现代版的逼良为娼啊！欧美社会竟然还有人指望这样的平台能自查自纠，人家创始人和股东一边数着自己账户里每天跳动的数字，一边桀桀暗笑这帮社会幼稚病患者是傻叉。那流量和抽成他们赚得盆满钵满，那 OnlyFans 的母公司就在英国，业务铺遍全球。英国议员乔安妮·里德就跳着脚的骂，说 OnlyFans 是全世界最大的拉皮条帝国，是剥削的游乐场。这骂的真的是太轻了。2025年3月，一个叫玛里亚的20岁乌克兰 OnlyFans 模特在迪拜失踪了8天之后，被人发现扔在路边，整个人都快不行了，脊柱断了，胳膊腿全折了，话都说不出来，在 ICU 做了4次手术才保住命。他妈妈从挪威飞过去才知道，女儿临出事前跟家里说要去参加一个酒店派对。什么派对呢？圈里人管这个叫 Porta Potty， 就是那些有钱到变态的阿拉伯酋长们花大价钱把网红模特骗过去，最后对他们进行各种难以想象的性虐待和暴力殴打，有的甚至被当作人体马桶来对待。知情人透露，这种派对在东欧模特圈是特别流行，女孩们以为自己是去赚快钱的，拓展人脉的，结果一进去就成了有钱人的性奴隶，被强奸、被殴打、被剃头，想跑都跑不了。那迪拜警方一开始还非说他是不小心从建筑工地上摔下来的，乌克兰警方还算硬气，直接以人口贩卖罪立案调查了。那问题是，要不是他在 OnlyFans 上做内容创作者，他能被那些所谓的模特经纪人盯上吗？类似的案子在美国也是层出不穷啊。田纳西州有个叫爱德华多的男的，去年随便给一个16岁小姑娘发短信，2人就这么联系上了。他开车把小姑娘接回家，给她点钱，哄她发生关系，还偷偷录了像。后来小姑娘不想继续了，这男的就把视频拿出来威胁她，说你要是不从了我就把片子发到 OnlyFans 上去。最后是孩子他妈发现了报警，才把人抓了。还有加州一个叫让皮埃尔的男的，在社交软件上忽悠一个乔治亚州的姑娘，让他飞来湾区帮他拍 OnlyFans 的内容，给$5000，还能跟他女朋友一起工作。那姑娘信了嘛，一飞过去就被拉到一个汽车修理店，逼他穿高跟鞋和情趣内衣，然后给他吃药，强行拍他口交的视频。完事以后开车把人扔到长途汽车站，那姑娘在路边哭得撕心裂肺，路人看了都吓一跳。最后呢，这家伙也就判了2年。这种拿着拍 OnlyFans 模特当幌子搞人口贩卖的事儿，在美国是不胜枚举啊。还有 Pornhub、P 站，那更是老牌的犯罪窝点了。
虽然这几年被曝光充斥着强奸视频和未成年人性虐待的内容，迫于压力删了上百万条视频，但他那种靠免费色情内容引流，再靠广告和付费赚得盆满钵满的模式，早就是整个互联网上的标杆了。现在的 OnlyFans 只不过是把这种剥削玩得更社交化、更互动了一点，而让你感觉是在跟真人聊天消费。实际上呢，背后的奴役、勒索、暴力是一样都没少啊。你以为那些刚满18岁的前迪士尼童星、网红博主，真的是因为性解放才涌进 OnlyFans 的吗？说白了就是钱闹的。贝拉·索恩入驻第一天就入账100万美元。泰尼尔·布雷格利号称4年赚了7500万美元，索菲·雷恩更夸张了，1年多狂揽7600万美元，还搞了个 Bob House， 专门在 TikTok 和 Ins 上向大量未成年粉丝引流，把网红经济直接变成了色情输送带了。这种一夜暴富的神话，把多少孩子对金钱、对身体的认知给彻底扭曲了呀！在资本的眼里，这些年轻女孩的身体就是明码标价的商品。最可悲的是，那些被剥削的创作者，一旦自己内容被盗版、被未经同意到处传播，想去报警求助，警察往往懒得搭理啊，因为你干的是性工作，法律保护的天平就自动倾斜了。有家专门注重女性议题的媒体采访了32名欧洲成人内容创作者，其中23人都经历过内容被盗。有个叫贾娜的姑娘发现自己的照片和视频在小飞机上被肆意传播，跟偷拍裙底的、偷拍厕所的、偷拍裸睡的小视频混在一起。她去报案，警察居然阴阳怪气地说了，小飞机的创始人都已经坐牢了，你还想怎么着啊？这就是今天欧美情色产业的真相。从 P 站到 OnlyFans， 所谓的性自由的神话背后，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被强迫拍摄，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像商品一样被下单，是刚满18岁就被物欲吞噬的前童星、小网红、海量的年轻人，是成千上万个在算法和抽成里挣扎的底层创作者。他们用身体自由和性解放当遮羞布，干的却是把整整一代人的身体、亲密关系和尊严通通变现的买卖。那个议员说的没错呀，这就是全球最大的拉皮条帝国呀，而且是披着科技外衣坐在办公室里的，用服务器和算法运营的那种现代化的娼馆。